Hello， 大家好。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加元未来走势，尤其是暂时搁置买房计划的人。过去一年，加元对美元的汇率一直都是表现最好的货币之一。加元在过去的12个月中上涨了近10%，今年又上涨了1.6%。这主要是受到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最近，加元一度突破了80美分的重要心理关口，但现在加元正在失去上涨动力。最近，很多加拿大银行经济学家都认为加元的汇率行情即将结束，尤其是油价已经开始企稳的情况下，预计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将在夏季开始生产更多的石油，这很可能导致油价回落。上周五，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因为美元现在普遍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加元似乎不再会升值，而且很可能在年终之前保持稳定。蒙特利尔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波特也对加元的弹性感到惊讶，因为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疫苗推出速度非常缓慢。波特认为，消费者的抵御能力和强劲的工业经济将使加元的汇率持续上涨，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将会增强。对于加元来说，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面临更大的上行风险。此外，由于加拿大很多城市正处在第三波疫情的封锁之中，加元很可能会下挫，而美国正在加速接种疫苗，并计划向经济注入数万亿美元。随着美国国情的快速改善和对通胀担忧的加剧，美联储很可能比预期更早采取坚硬立场来提振美元。此外，一旦跨境旅行恢复，加拿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将进一步恶化，并加重加元的压力。即使其他一些商品价格由于供应中断而上涨，但未来全球需求有所改善，价格也可能会放缓。CIBC 的经济学家表示，希望明年美元对加元的交易价格在 1.30 至 1.34 范围内，这一水平更有利于出口，因为过去10年的经验表明，加元对美元汇率低于 1.3 就会没有竞争力。其他加拿大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赞同。受疫情影响，短期内加拿大某些地区的病例数量激增可能会损害加元。从目前来看，未来几个季度加元升值的潜力非常有限。最近，全民收入计划广受关注。小时候大家都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搞了半天就跑到加拿大来接班了。其实这个计划的本质是，现在赌桌上穷人太多，富人不愿意玩这个游戏了，一人发点筹码接着输。这个计划如果实现了，加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大概率仍能维持在1:5左右，只不过变成了5加元兑换1人民币。因此，有的人可能拿了2000加元之后，反而活得比没有这2000加元时更惨。我们老是说步子大了会扯着蛋，可能真的必须扯着一回才能长记性，不然这事儿没完。对了，今天没有聊房产，算是给多军一点喘息的时间。其实我要是多军啊，我就关注一大批房产经济的频道，这样呢，自己天天心情倍儿好，犯不着跑到北美在线来找刺激。明天呢，我们继续唱空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明天要聊的是全球历次房产泡沫的形成都有经济增长等基本面的支撑，而这次支撑加拿大房产泡沫的只有恐惧。最后再强调一下本频道的价值观，唱空房产市场不是目的，警示风险才是真正的目的。任何意图本末倒置的人，非蠢即坏。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